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想要和大家更新一期 vlog， 因为呢，我刚刚从健身房健身回来。最近我发现我们家附近呢开了一家新的健身房，然后环境不错。我想着春天来了，我这一只冬眠的动物可以出动了，可以出门去看一看。然后呢，我就去这家健身房体验了一下。那我呢，刚刚从健身房运动了一会儿回家，我要给自己做一顿饭。我是很少做饭的人啊，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住在附近，我经常回家吃饭。那我今天呢，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做一个快手餐。首先呢，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食材。这个呢是一盒三文鱼碎肉，就是切碎的三文鱼肉。然后呢，这个是鸡蛋，这个呢是卷饼，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是需要冷冻保存的卷饼。我感觉这个卷饼应该很健康，它上面写着蛋白质很高，然后呢 GI 值又很低。然后这个呢是一包沙拉菜，我很喜欢吃这个芝麻菜，我很喜欢吃这种沙拉菜里面的芝麻菜。然后同时呢，我还有一罐这个辣酱，所以呢我等一下会来做一个卷饼，就是鸡蛋炒三文鱼卷饼。好的，这个饼呢它是冷冻的，所以呢我先要拿一张饼出来热一下。这是一张圆的饼，一般饼都是圆的，这是一个圆形的饼。好的，把它放到锅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哦，那就是把这个饼放在平底锅里面热一下就好。这个饼呢，慢慢的散发出来了一点点香味。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拿出一颗鸡蛋，然后打鸡蛋放在这个饼的上面。然后呢，搅拌搅拌，把这个鸡蛋均匀的铺在饼的上面。这个鸡蛋的颜色很好看。然后把这个饼翻一个面。我的火开得特别的小，所以呢不是很烫哦，我是用手直接操作的。我们还是文明一点，用铲子来吧。等到鸡蛋都熟了之后呢，把这个饼拿出来，放到盘子里面。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把三文鱼炒一下。我买的这个三文鱼它是需要加热才能吃的。首先我会在锅里面加一点油，然后把三文鱼碎鱼肉倒进去。然后炒一炒。
放一点黑胡椒，继续炒一炒。我要打开这个罐头，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罐头里面呢是一种牛肉酱，然后呢它是辣的。我要用勺子挖一勺，把它抹在这个饼上面。让我来尝一下这个到底有多辣。有一点点辣的。但是很鲜哎，这个辣椒酱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单独的吃三文鱼碎的话会有一点腥味，所以呢要用一个辣酱盖住它的腥味。接下来把这个三文鱼炒好的三文鱼肉把它放到饼上面，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生菜，这个芝麻菜。好了，然后呢，希望不要翻车哦，把它卷起来。然后就卷起来，卷好啦。一般这样呢，我会，然后把它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呢，这个样子吃它可能会漏下来，对吧？我会用一张油纸，这个就是烘焙用的纸，给它卷一下就好啦，给大家看一下哦。就好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品，卖相还是不错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我感觉蛋白质也比较充足，维生素也有纤维也有，对吧？应该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先来尝一口，看看好吃不好吃。我还没有吃到肉，我再来吃一口。没有翻车，很好吃。救命呀！这个辣油流到了地上，我要处理一下。因为最近其实是春天，春天呢是一个很容易过敏的季节。我还记得上周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都同时在镜头里面流眼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春天过敏。这2天稍微好一点了。我是每年的春天，某种花第一次开放的第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过敏症状会特别严重。
就是我眼睛睁不开，然后会不停的流眼泪，然后鼻子也会流鼻涕，这个就是我全部的过敏症状。最近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天气暖和了起来呢，我也比较愿意出门，所以最近我去了健身房，然后呢，我还恢复了我每个星期一次的游泳。我还是要运动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很感谢最近有一些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对我教育事业的支持，有一些朋友去我的 iTalki 订了课啊，上了我的 Free Talk 的课，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在我的频道里面留言有很多朋友跟我聊得比较开心，我也觉得比较荣幸吧，自己的经历能够吸引到一些人，然后让大家保持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好奇感。但是我其实在最近的对谈过程里面呢，我也发现我好像相比于20几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世界有一点点封闭了起来，尤其是可能近2年呢，我生活的状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就让我某种程度上而言呢，更加的封闭了。我自己也在想就是这种封闭它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暂时呢，我还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同时呢，又很感谢我的一些学生们，他们让我在一个很封闭的世界里面，还保持着和这个世界的一些联系。所以我每周上课我都很开心。有很多的朋友上我的课，第一件事情都是问我你自己满意你现在的现状吗？然后我会说目前还是满意的，对，目前我还是很开心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呢，做着没有一些情绪负担的教育工作，一方面呢，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很顺畅，然后教学生学习一门语言呢，让我也比较有成就感。包括我在大学里面的工作，我也有一些成就感，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写作业写 paper 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在经过2-3个月的训练之后有很多学生呢进步的比较快，每次学生的进步都会让我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做老师的另外一个好处吧。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很满意现在的状态，那我觉得说目前我是很满意的。有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暂时也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嘛。我不满，我从来不会对别人不满，我永远都是对我自己不满。那我可能会觉得春天来了嘛，心态又不太一样，天气比较暖和了，我也比较愿意出门。我可能近期想的是多多去健身房，多多去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更好一点。其实呢，这段时间我感觉我的睡眠其实也不好。我睡眠还有个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楼上的邻居呢，他有一点点奇怪我已经跟他吵过2-3次架，然后他已经把我拉黑了，不愿意跟我再沟通了。我也对他很无语，就是我楼上的邻居，他1个星期可能就回来住2-3个晚上但是呢，这2-3个晚上他不睡觉。OK 你在家可以打游戏，可以看电视，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他半夜打扫卫生，半夜用吸尘器，这个我不能忍呀。然后他半夜，他不是在客厅里面，如果在客厅里面打扫卫生，我睡在房间里面，我睡在卧室里面，我是听不见的。但是没有呀，他半夜的时候只在他的卧室里面打扫卫生，或者做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声音很大。我有跟他沟通过，第一次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因为他很少回来住，我以为他把他的房子租给了别人了。我就问他，我说邻居，你们家是租房子给别人了吗？然后他说没有啊，我们家没有人。那个时候是夜里面2点半，然后我就站在他家门口，我说你们家灯亮着有人的呀，需不需要我报警呀？对吧？
你说你不在家，但是你们家有人，动静还这么大，我当然要报警呀，对吧？然后呢，他就不理我。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说啊，我们家可能有一只狗走来走去，那我就知道这个人在撒谎。我也没有办法，对吧？后来呢，我就不跟他直接沟通，就跟物业去沟通。我说能不能帮忙跟那个邻居说一下，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不太好，能不能半夜的时候不要打扫卫生？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有一点点激怒了他吧。有一些人就是会恼羞成怒，他撒谎被别人戳穿了，然后呢就会恼羞成怒，反正没有任何的改变。接下来的几次呢，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一个星期就只来1-2天，其实呢不是1-2天，他回来的动静很大，我都能够听见，我知道他哪一天回来了。那 anyway 不重要，那就说明他不是每天都住在这里的，对吗？但是过年的时候这个冲突有一点点升级，就大过年的，然后他在家里夜里面差不多12点多1点钟的时候，他又把他的吸尘器拿了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发消息，我发现我的消息发不出去，因为他把我拉黑了。然后我就不能忍啊，那个时候我刚刚睡着，然后吸尘器的声音震得很大，把我吵醒了之后，我就直接跑到楼上去敲他的门。他们家里面有4个人，全部都不睡觉，灯火通明的，坐在客厅里面嗑瓜子聊天。然后还有一个女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房东还是谁，然后拎着一个吸尘器从房间里面出来问我你要做什么。我说能不能麻烦你们半夜的时候不要用吸尘器呢，声音确实有点大。然后这位女士突然就说我也没有每天都用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着你应该每天都半夜用吸尘器打扰别人的休息吗？对吧？那我就觉得很震惊，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出来？那这种情况下，对吧？我觉得我也不能再次的升级这个冲突，毕竟他们有4个人，我只有1个人，我还穿着睡衣。后来呢，我就回到了楼下然后打了110就是报警，跟警察说我说楼上面很吵这个扰民呢，在中国扰民的话是可以报警的，一样的。我还记得之前在德国居住的时候呢，周5、周6的晚上有很多年轻人开 party 就很吵，这个音乐振聋发聩，这个音乐震天动地，对吧？然后呢，经常会有邻居对着他们大骂，骂完了之后，我就可以听到警察的这个警车的警报声过来。每次我也很爽，我就心想感谢然后我就想要说感谢这位好心的邻居报了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扰民。这个呢就是发生的一些邻里冲突吧。大家会有这邻里冲突吗？大家会和邻居产生矛盾吗？觉得我在德国的时候呢，也有这种隔壁邻居产生噪音的一些情况发生。哎呀，给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多的震撼。毕竟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去欧洲，对吧？第一次去一个和我们中国文化很不相像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所以呢，给幼小的我造成了一些心灵上面的伤害。我现在呢是1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以前住在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家住在顶楼，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种邻居打扰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但是这个又是一个我觉得是靠命运，是靠缘分注定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又不知道我楼上的邻居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呢，我还是会尽量减少冲突。其实我楼上的邻居他是一个民事律师，
哇，民事的律师是做什么呢？就是处理普通人民一些民事纠纷，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的一些纠纷，产生的一些官司。我就很不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民事律师，你明明知道这种事情会引发很大的一个矛盾，对吧？都甚至可以让这个矛盾升级。如果升级，我扔了一坨屎到他的门上，然后他就可以起诉我，对吧？他处理过这么多这样的案子，为什么不能够以身作则，做一个好公民呢？我不能理解啊！我经常就是我不能理解。昨天晚上呢，声音又比较大，我男朋友还在那边说啊，我这次也听到了有这个吸尘器的声音。后来呢，我就说算了吧，啊，也不是每天都有，啊，就是对吧？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好的邻居，也希望大家可以睡一个好觉。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